搬进新别墅后，我每晚都能听到阁楼上脚步声。老公说是我压力大产生了幻觉。直到我生日那天，阁楼的天花板塌了，掉下来一具穿着我衣服的、被人用保鲜膜层层裹住的骸骨。搬进这栋别墅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就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。那时候是凌晨2点17分。我看过床头柜上的电子钟，荧光数字在黑暗里绿油油的亮着。脚步声很轻，像有人赤着脚在头顶的木板上慢慢走过，从房间的东南角走到西北角，停顿几秒，再走回来。我推醒了旁边的周景川。楼上有人，我说。他翻了个身，眼睛都没睁开，胳膊搭在我腰上，含糊地哼了一声。老房子热胀冷缩，别瞎想。然后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均匀绵长，像一台被按了暂停又立刻重启的机器。我躺回枕头上，盯着天花板。脚步声停了，但在他停下来的最后一瞬，我分明听到了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，像女人在黑暗中压抑着的呜咽，闷在喉咙里，被木质结构滤掉了大半，只剩一缕气音从天花板的缝隙里渗下来。我叫沈念，这是我嫁给周景川的第2年。他比我大8岁，是景和地产的少东家，待人温和，说话永远是那种不急不缓的调子，像一杯温度刚好的白开水。我们在一次慈善晚宴上认识，我是主办方的活动策划，他是赞助商。恋爱半年后结婚，他向我求婚的时候说：“念念，我送你一个家。”他说的家就是这栋别墅。别墅在城北的半山腰，3层，带一个地下室和一个尖顶阁楼。外立面是米白色的真石漆，院子里种着一棵银杏和2株桂花，车库里停着他送我的那辆白色奥迪。我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是去年秋天，银杏叶铺了一地金黄，阳光穿过落地窗洒满整个客厅。周景川站在2楼主卧的阳台上，张开双臂对我说：“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。”我没有理由不喜欢。它太大了，大到有点空旷，也太安静了，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但我对自己说，这是幸福的代价。每一个嫁入豪门的女人都应该学会在空旷里找到安全感。第1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辞了职，专心做起全职太太。周景川说不想我太辛苦，我也觉得该花些时间把这座大房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家。我换了窗帘，添了绿植，在客厅的壁炉上挂了一幅自己绣的十字绣。我甚至学会了烤戚风蛋糕，虽然前3次都塌成了蛋饼。白天阳光好的时候，这栋房子美得像房地产广告里的样板间。旋转楼梯的扶手是深胡桃木的，我每天擦拭一遍，木纹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厨房的中岛台是大理石的，纹理像一幅泼墨山水。客厅的挑高有6米，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，风吹过的时候会发出极细的叮叮声。可一到夜里，它就变了一副面孔。阁楼的脚步声从第2个月开始变得频繁，不是每天都有，但每隔3、5天就会出现一次。有时候是凌晨1、2点，有时候是黎明前最黑的那段时间。脚步声永远从东南角开始，慢慢移到西北角，停顿几秒，再移回来。节奏很均匀，均匀的不像热胀冷缩，像有个人被困在阁楼里，日复一日的丈量同一段距离。我试过在白天上去查看。通往阁楼的楼梯藏在3楼走廊尽头的杂物间后面，是一段折叠式的木梯，
拉下来的时候会扬起一股呛人的灰尘。阁楼的门是一扇刷了白漆的木板门，门把手上挂着一把老式的铜锁。我没有钥匙，我问过周景川钥匙在哪，他说找不到了，大概是前房主留下的旧锁，里面就是些废弃的管线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他说话的时候正在看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划拉着什么文件，语气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，不是不耐烦，但也不给你继续追问的空间。我没有追问，那时候我还相信他。真正让我开始感到不安的是第3个月的一个夜晚。那天周景川出差去了上海，我一个人在家。临睡前我检查了所有的门窗，反锁了大门，还把客厅的监控摄像头调到了夜间模式。那只摄像头是我搬进来后执意要装的，对着入户门的方向。周景川当时笑我说，念念，咱们这是别墅区，安保很严的。我说，我从小怕黑，装一个我安心。那天凌晨3点多，脚步声又响了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清晰，更急促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屏住呼吸。脚步声在头顶来来回回，步伐紊乱，不像平时那样慢吞吞的踱步，而是像有人在焦躁的原地转圈。然后脚步声忽然停了，接着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，抓挠声，像有人用指甲在木板上一下一下的刮，从天花板的这头刮到那头，缓慢用力，带着一种令人齿寒的执拗。那声音透过石膏板和木梁，直接钻进我的颅骨。我的后背瞬间阴出一层冷汗。我抓起手机给周景川打电话，他接了，声音迷迷糊糊的，带着被吵醒的不悦。念念，几点了？景川，阁楼上有声音，不是热胀冷缩，是刮木板的声音，像有人在里面。念念，他打断我，声音忽然清醒了。你现在去客厅，把所有的灯打开，然后去检查一下阁楼的梯子有没有被拉下来。你觉得有人进去了？我的声音在抖。不是，我是想让你亲眼看看，阁楼门锁着，梯子没放下来，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人。你看了就安心了。他顿了顿，语气软下来，乖，听话，我明天就回来了。我照做了。我打开所有的灯，走到3楼杂物间，折叠梯好好的收在天花板的凹槽里，那把老铜锁还挂在门上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。我把梯子和那把锁的照片发给他，看，没事吧？他在微信里说，老房子就是这样的，木结构对温差的反应，加上山上的风灌进屋顶夹层，我明天让物业来看看。我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脚步声没有再响过，但我一直没睡着，因为在拍那把锁的照片时，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锁体上没有灰。这栋房子其他地方，3楼杂物间的置物架、阁楼梯子的踏板上，那扇白漆木门的门框边缘，都积着一层薄薄的灰，一看就是很久没人打理过。可那把铜锁上一丝灰都没有，锁梁是亮的，锁身也是亮的，在闪光灯下反射出油润的光泽，像是经常被人握在手里。我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周景川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也许是他的解释太滴水不漏了，也许是黑暗中响起的抓挠声让我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。那个夜晚，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，第一次认真地想了一个问题，这栋房子在我住进来之前住过谁？答案是，我知道周景川有过一任前妻，他不怎么提他，
只说两个人性格不合，和平分手。前妻叫温婉，离婚后去了国外，具体哪个国家他没说过，只说他过得挺好的，偶尔还发邮件。我尊重每段过去的感情，从没有追问过细节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提起前妻时，眼神里没有怀念，也没有恨意，就像在说一个不太熟的旧同事。我一直以为那就是翻篇了。可搬进这栋别墅之后的第3天，我在整理主卧衣帽间时，在最里面那格抽屉的深处，摸到了一个东西，一条细细的铂金项链，吊坠是一个小小的月亮。项链很旧了，链扣处有些发黑，月亮上镶的那颗碎钻也掉了半粒。它不是周景川送过给我的任何一件首饰，也不像是他母亲留下的，他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，遗物都收在老家。我拿着那条项链站在衣帽间里，忽然想到一个可能，这是温婉的东西。也许是他离婚时忘记带走的，也许是他随手塞在抽屉角落，搬家时被遗漏的。我帮他把项链收进了一个绒布袋，放在抽屉最外面，想着如果哪天周景川提起他，或者他真的从国外回来，我该把东西还给人家。但此刻凌晨4点半，我想起了那条项链，想起了那个掉了半粒钻的月亮吊坠。然后我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，在搜索栏里输入了3个字：温婉。搜索结果不多，几条旧新闻，关于景和地产的慈善捐赠仪式，温婉作为周景川当时的夫人出席过。照片里的女人穿着藕荷色的礼服裙，盘着发髻，笑得很克制。她不是那种惊艳的长相，但眉眼间有一种安静的书卷气，让人觉得她更适合坐在图书馆里翻文献，而不是站在地产商的应酬场上。其中一张照片里，她正侧着头看着台下的某个方向，嘴角弯着，眼神温柔。那条项链，那条细细的挂着月亮吊坠的铂金项链，就戴在她的脖子上。我放大照片，仔细看了看那个吊坠，月亮、碎钻，和抽屉里那条一模一样。我继续往下翻，翻到第2页的时候，一条来自本地论坛的帖子标题让我停住了呼吸：景和地产太子妃温婉失踪，家属称其患有抑郁症，可能自杀。发帖时间是2年半以前。我点进去，页面已经失效了，只剩下一个灰色的404提示。但我把那个标题反复看了很多遍，直到每一个字都烙进视网膜。失踪、抑郁症、自杀。2年半以前，那应该是周景川和温婉婚姻的最后阶段。可是周景川跟我说，他们是和平离婚，他去了国外，过得挺好的，偶尔还发邮件。如果他在2年半前就失踪了，那些邮件是谁发的？如果他已经死了，这栋房子里每天凌晨在阁楼上来回踱步的又是谁？手机屏幕按下去，卧室陷入绝对的黑暗。天花板上的脚步声忽然又响了，这一次很慢很慢，一步一步，像有人拖着沉重的脚镣从东南角走到西北角，然后停下来，在天花板的正中央，我的正上方停住了。木板发出一声轻轻的被压弯的呻吟，有什么东西正在我头顶上往下压，像一个人正把耳朵贴在地板上，听着下面，听着我。我不敢动，不敢翻身，不敢伸手去摸手机，我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直到那个压弯木板的声音慢慢消失，脚步声重新响起，渐渐远去，消失在阁楼的某个角落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
我听到了大门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。周景川从上海回来了，他进门时拎着一个纸袋，里面装着我爱吃的蟹黄酥。他走过来抱了抱我，用手背试了试我额头的温度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又没睡好？阁楼上又有声音。他松开我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我回头叫物业来看看，可能是进了野猫，山上嘛，松鼠啊、黄鼠狼什么的钻进去也是有的。你别老想着是。景川，我打断他，温婉现在在哪里？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出现了一道极细微的裂缝，只有0点几秒，但我捕捉到了。他的瞳孔缩了一下，眉心的肌肉轻微的抽动，然后一切都恢复平静。他转身把蟹黄酥放在中岛台上，给我倒了一杯水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在衣帽间里找到了他的项链。我说，一条铂金的月亮吊坠。我想，如果他在国外，也许该还给他。他把水杯推到我面前。他搬走的时候留了不少东西。那条项链是他不要了的，你留着吧，不喜欢就扔了。然后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说公司有个紧急会议，要去书房开个视频会。他走上楼梯的时候，我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旋转楼梯尽头。他走路很轻，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，就这么轻手轻脚地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，像一只踩着肉垫的猫。我低头看着中岛台上那杯水，水面纹丝不动，透明干净，没有一滴杂质。那天晚上，我打开了主卧的保险柜，我和周景川各自的证件都放在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翻，也许是因为温婉失踪那行字还落在我眼球后面，也许是因为他说扔掉的时候表情太淡定，淡得像什么亏心事都没有。我把里面那些房产证、合同、珠宝盒一份一份的翻开，翻到最后一层，手指触到了一个文件袋。文件袋是牛皮纸的，没有标签，没有落款。我打开抽出里面的文件，那是一份购房合同。这栋别墅的卖方是一家我不知道的公司，买方栏写着周景川的名字，合同日期是2年前，那时候他和温婉还没有离婚。我一页一页往下翻，翻到最后一页的附加条款栏，我的手停住了。那上面有一行手写的备注，笔迹很工整，是一种冷冰冰的工整，黑色墨水，横平竖直，每个字都像用尺子量过的。阁楼夹层改造工程已于3月底完工，按业主要求，保温层与结构层之间预留65厘米间距，可存放私人物品。工程款已结清，65厘米，成年人侧身躺下的厚度大概也就50-60厘米。我跪在保险柜前的地毯上，手里攥着那份购房合同，浑身的血象被抽空了又灌回去，冰凉的冲刷着每一根血管。窗外有鸟在叫，清晨的阳光正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，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。而我在这个好天气里跪在地毯上，手里攥着一个关于阁楼的秘密。我突然想明白了另一件事。搬进来之前，周景川曾经跟我说，阁楼里放了一些公司以前的旧档案，他托人用密封材料封住了保温层，怕文件受潮。他说等我住久了，可以腾出空间给我当画室。我当时感动的不行，觉得这个男人心细如发，连我要画室都提前想到了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他封掉的是保温层与结构层之间预留的65厘米间距。他用密封材料封住的不是旧档案。
我没有把保险柜里的发现告诉任何人，不是不想说，是我不知道该对谁说。我没有证据，一份购房合同的附加条款能说明什么？说明阁楼做过改造，仅此而已。至于那65厘米的夹层里到底藏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敢知道。我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周景川对我说了谎。阁楼不是废弃的管线，不是进野猫的通风道，不是他找不到钥匙的旧空间。它被精心测量过、改造过、密封过，而这一切发生在他的前妻失踪前后。我开始暗中观察他，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，喝一杯温水，在跑步机上跑20分钟，吃我做的早饭。8点半，司机会准时把车停在门口。他出门前会在我额头上吻一下，说一句在家好好的。晚上回来一般在7点到9点之间，偶尔应酬会晚一些，但从不超过11点。他回来后会问我一整天做了什么，听我说种花、烤蛋糕、看书的琐事，笑着揉揉我的头发，然后去书房处理公务。他的作息规律的像钟表，行为正常的像教科书。他体贴、温柔，没有任何破绽。可恰恰是这种滴水不漏的正常，让我觉得浑身发冷。一个妻子失踪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过得这么平静？除非他早就知道，他永远不会再出现了。有一回，他在书房开视频会，我给他送茶进去，刚好听到他对电脑屏幕说：“这个问题不用再讨论了，按去年的方案执行。”他的语气果断而平静，像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划过桌面。然后他抬头看到我，表情在一瞬间软化下来，对我笑了笑，接过茶说谢谢。那笑容切换得太快了，快到让我觉得刚才那个冷硬的男人才是真实的他，而对我笑着的这个是一种习惯性的表情。那天晚上他睡着后，我悄悄从他手机里翻出了通讯录。他有2个手机，一个工作，一个私人。私人手机设了密码，是他生日，我试了2次就是出来了。我在通讯录里找到了温婉的号码，备注明是温婉，没有姓，加上任何前缀，简简单单2个字，像个档案编号。我又去翻他的邮箱，收件箱里没有温婉的邮件，发件箱也没有。但如果真是偶尔还发邮件，怎么会一条记录都没有？唯一的解释是，那些所谓的邮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我更加频繁地观察阁楼。白天，我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，把别墅的每一个角落都摸了一遍。阁楼的折叠梯藏在3楼杂物间的天花板里，钥匙不在锁上。我试过用发卡撬锁，但我不会撬，只是在锁孔周围留下了一些细小的划痕。后来不敢再试了，怕被他发现。我只能把杂物间那个置物架上的灰痕拍下来。阁楼梯子的踏板上本来有灰，但现在多了些被擦拭过的痕迹，像有人的手或衣袖在移动中蹭掉了灰尘。还有那把铜锁。有次周景川出差不在家，我找了个锤子想试试能不能砸开。没砸，不是不敢砸，是怕砸坏了，他就知道我在怀疑，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。我把锤子放回工具箱的时候，注意到了另一个东西，置物架下层角落里搁着的半桶密封胶和一把美工刀。密封胶的品牌和保险柜里那份购房合同附件上的品牌一模一样。我没法再待在这个家里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上的脚步声踩在我头顶，也踩在我的心脏上。那个声音开始进入我的梦，梦里有个女人穿着藕褐色的礼服裙，背对着我站在阁楼中央，
他转过身来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说什么。我听不到声音，却感觉他的脸在融化，化成蜡一样的油黄色。我瘦了，2个星期掉了6斤。周景川说我脸色不好，要带我去看医生。我说不用，就是最近睡得不太好。他给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乳胶枕头，说是助眠的。我枕着那个枕头，感觉像枕着一块冰冷的石头。我妈打电话来说，怎么听你声音不太对？我说没事，换季有点感冒。她说景川对你好不好？我说好，很好。她说那就好，要好好过日子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，叶子正一片一片变黄。我想起去年秋天第一次走进这栋房子时的心情。那时候我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，现在才知道，这可能是一个包裹在蜜糖里的坟墓。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的傍晚，那天下了很大的雨，山上的雨比城里更急更猛，雨点砸在屋顶上像密集的鼓点，风把院子里的桂花树吹得东倒西歪。周景川打电话说今晚有应酬，不回来吃饭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听着阁楼上的脚步声和雨声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大约晚上8点多，我在客厅沙发上恍惚着，像是睡着了，被一声尖锐的断裂声惊醒。声音从3楼传来，不是天花板，是墙壁里面，像什么东西在墙体内部崩开了。我循着声音上了3楼。走廊里很黑，声控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。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光线扫过走廊尽头那个杂物间的门，门虚掩着，我没有开它，它就那么留了一条缝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下午我还进去取过折叠晾衣架，出来时是关了门的。我推开门，手机的光照进杂物间，置物架还在，折叠梯收在天花板上，铜锁还挂在门上，一切都和平时一样，除了一个细节，地上多了一小块白色的碎屑。我蹲下去，碎屑很小，是石膏板边缘掉落下来的那种。我抬头把手机的光打到天花板上阁楼门的右侧角落，心脏猛然停跳了一拍。天花板和墙体的接缝处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裂缝不长，大概10几厘米，但它是新的。裂缝边缘往外渗着一种淡黄色的液体，顺着墙角壁纸的接缝慢慢往下淌，在墙面上拉出一条细长的泪痕。我拿纸巾擦了一下，液体黏糊糊的，带着一股极淡的奇怪的甜腥气。不是雨水，不是墙体渗漏，任何正常的建筑材料都不会渗出这种东西。我站在杂物间里，手里攥着那张纸巾，仰头看着那条裂缝和渗出来的液体，忽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。电影里的地下室藏着尸体，尸体腐烂后，组织液渗透了墙壁，也是这种颜色，也是这种气味。可此刻我在想，阁楼和墙体间的夹层既然做了密封，如果里面只是旧档案，为什么要把它完全密封起来？如果有人往夹层里灌了密封胶，那里面一定曾经有过某种会散发气味的东西，比如一具正在腐烂的尸骨。如果夹层做了密封，它怎么还会渗出这种液体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密封胶失效了。因为上周他用锤子砸裂了那把锁附近的木板，导致夹层结构产生微小的位移，密封胶在压力下裂开了。是他在维修，不是物业，不是维修工，他自己在修。我站起来，拍下了那道裂缝和墙上的液体痕迹，然后把地上的石膏碎屑小心地扫进一个小密封袋里收好。做完这些，
我把杂物间的门重新关上，下了楼。半小时后，周景川回来了，他的头发被雨淋湿了，西装肩头印着深色的水印，手里拎着打包回来的蟹黄汤包，说怕我一个在家没吃好。他把汤包放在中岛台上时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道新鲜的划痕，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了一下。手怎么了？我问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把手收回去。没事，下午翻文件被纸划了一下。他没有翻文件，他下午根本没有在公司。他的车是8点半才开回来的，而应酬取消的事他没有通知我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查了他的行车记录仪。但我说，哦，小心点，我去给你拿创可贴。从客厅柜子里拿出创可贴递给他，他撕开创可贴的时候，一个东西从他的衬衫口袋里滑了出来，掉在地板上，发出细微的一声脆响。是一把钥匙，铜色的，很小。他弯腰捡起来，动作快得像一只扑鼠的猫，迅速装回口袋。但我看到了，那是阁楼门的铜锁钥匙，和被锁在阁楼上的那把一模一样。之后的日子表面上恢复了平静。周景川没有再提阁楼的事，我也没有再问。他每天准时出门，准时回来，周末会陪我去逛超市，或者去山下的公园散步。我们像一对模范夫妻，在旁人眼里恩爱的无可挑剔。但只有我知道，那道裂缝每一天都在扩大。不仅是阁楼上的裂缝，还有我和他之间那层名为婚姻的薄膜。我不再吃他带回来的任何没有包装的东西，推说胃口不好。他夹到我碗里的鱼我只碰半边，他倒的水我假装喝一口，趁他不注意倒进厨房水槽。他以为我还是那个相信阁楼里住着野猫的傻女人，用力点头附和。我不急，我在等，等一个能名正言顺打开那扇门的时机，等一个能叫所有人都无法再替他遮掩的缺口。我的生日在10月底。这天白天，周景川比往年更殷勤的提议请了7、8个朋友来家里做客，说要给我庆生，顺便也让大家看看我们新装修的客厅。气球、鲜花、香槟，3层的奶油蛋糕。客厅里放着爵士乐，朋友们围着我唱生日歌。我吹蜡烛的时候笑着许了个愿，希望我能查出这个阁楼里真正藏着的东西。所有人都鼓掌，他也鼓掌，站在我对面，隔着烛光看着我，眼神温柔的不像话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甚至怀疑自己过去这几个月是不是疯了，怎么可以把一个好丈夫往最坏的地方想？可他很快帮我解开了认知失调。切完蛋糕，我看到他一个人走到客厅角落接电话。我借着收杯碟绕到他身后的屏风旁边，听见他用罕见的语气对电话里的人说：“今天不许有任何差错，东西送过来直接走地库，别走前院。念念家亲戚和她那些闺蜜今天都在，你办妥了没有？再等一等，等她生完这个日。下周我安排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在我的生日宴上送过来？为什么要等到我生完这个日？我手心抵着冰凉的厨房门把，心跳得飞快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恐怖的想法。他说的东西会不会是处理某种痕迹的化学材料，要趁人多场面乱的时候借施工名义搬进来，加急完成新一轮密封。他打算把那个夹层里渗着黄液的东西彻底封死，而这场热闹的生日派对就是他用来掩盖施工动静的屏障。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客厅里那些欢笑的朋友，忽然觉得很荒诞。
他们嘴里说念念真幸福，嫁了这么好的老公，可我站在这儿，听到的却是一个男人在用手机调度着某种我不应该听到的东西。派对进行到一半，开始下雨，雨来得猝不及防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，噼啪作响。有人提议提前结束，免得太晚山路不好开车。周景川站在门口送客，一个一个的握手笑别，态度从容得体。等最后一个客人走了，他关上门，转过身看着我：累了吧？我去给你放洗澡水。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头顶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、令人牙酸的嘎吱声。那声音穿透雨声，从天花板上面某个深处一直延伸到整条屋脊。然后是第二声、第三声，像什么东西在木质结构里正在缓慢的断裂。我下意识看向3楼的方向，他放下手里的车钥匙，也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，然后他笑了一下。那种笑容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，不是温柔的，不是宠溺的，而是一种接近于如释重负的轻松。大概是阁楼的管线老化了，他说等天晴了我叫人来彻底修一下。他说彻底修一下这几个字时语气太平静了，就像在说修一修就好了，修一修就什么都没发生过了。我上了楼，没有去主卧，而是走进3楼的杂物间。手机手电筒照亮了地上掉落的新碎屑，一大片。我抬起头，那道半个月前还只有10几厘米的裂缝，现在已经蔓延到差不多半米。裂缝两侧的石膏板微微往下塌，露出里面黑洞洞的夹层。黄色的液体已经不再是一滴一滴的渗，而是沿着墙角形成了一道变干的暗色水痕，底下晕开一团巴掌大的虱子。裂缝里有什么东西露出来了。我搬过置物架上的旧凳子踩上去，凑近了那道裂缝。手电筒的光打进夹层深处，照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。我用手指把松动的石膏板碎块拨开一点，忍着那股甜腥气往里看。夹层里塞着东西，一个被保鲜膜层层包裹的长条形的物体。保鲜膜已经发黄发脆，外面的几层被膨胀的墙体挤压的变形脱落，里面的几层还紧紧贴在那个物体上。而就在那些保鲜膜的断口处，垂下来一缕黑色的东西，沾着干涸的深褐色的痕迹，那是一缕人的头发。我从凳子上退下来，站在满是碎屑的地板上，抬头看着那道裂缝。我忽然无比平静。几个月来，所有的恐惧、怀疑、失眠、自我否定，在这一刻全部尘埃落定。我不是多疑，不是产后抑郁，不是对老房子不习惯。我的直觉从头到尾都是对的。阁楼上确实有东西，不是鬼，不是野猫，不是热胀冷缩的管道，而是一个被保鲜膜层层裹住的人。那天夜里，我在次卧躺了很久，听着雨声和阁楼上比以前更频繁的嘎吱声。然后我拿起手机，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名字，方瑜。我大学室友，现在在市刑侦支队做法医。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：方瑜，如果在一栋房子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具被保鲜膜包裹的遗体，从法医学角度，保鲜膜能保留多久的指纹？他几乎是秒回。沈念，你大半夜问这个干嘛？你先回答我。隔了几分钟，他回了，保鲜膜的材质是低密度聚乙烯，表面粗糙度很低，理论上如果包裹时手指直接接触了保鲜膜内侧，汗液和皮脂会形成潜在指纹。在密闭避光的环境下，
这种指纹可以保留数年。你问这个干嘛？你到底在哪？我没有回答。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，闭上眼睛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了。凌晨2点多，我被一声巨响惊醒。那声巨响从3楼传来，整栋房子都跟着震了一下，床头柜上的水杯晃了晃，洒出半杯水。我冲上3楼，推开杂物间的门，手电筒的光照进去，天花板上的裂缝彻底崩开了，石膏板塌了一大块，掉在地上摔成齑粉。夹层里的东西滑落出来，一半悬在空中，一半撞在地板上。那卷东西裹得像个巨大的蚕蛹，保鲜膜外面还用密封胶带缠了好几层。摔在地上的那一端，保鲜膜已经破了口子，从里面露出一只手，皮肤呈蜡黄色，干瘪的贴在骨头上，五指蜷缩着，保持着临死前抓挠的姿态。我认出了那只手的中指上戴着一枚细细的铂金戒指，戒指上有一颗小小的碎钻，在月光里闪了一下。那枚戒指我见过，在另一条月亮吊坠旁边，温婉的结婚戒指。我拿起手机拨了3个数字110，然后我拨了第2个号码。方瑜，方瑜，你现在带你们刑侦队的痕检过来。我知道你现在不当班，但这事你必须来。我在我家阁楼里发现了温婉的遗体。我顿了顿，还有周景川的指纹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然后方瑜说：地址发我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不要让他离开。我挂掉电话走下楼。周景川正站在楼梯口，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睡袍，头发有些乱，脸上的表情像一团没来得及调整好的橡皮泥，惊愕、恼怒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念念，楼上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阁楼天花板塌了。他的脸白了一下。温婉掉下来了。我说。他后退了一步，后脑勺撞在墙上。他看着我，嘴翕动着。窗外一道闪电劈下来，把整个客厅照得惨白。在那一瞬间的光亮里，我看见他眼中有一种从没见过的神情，不是愧疚，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走了很远路的人终于看到终点的疲惫，以及发现终点不是自己要的那个之后的茫然。他活着的时候总说我冷血，他说，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我不冷血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了。然后他坐在楼梯上，把脸埋进手里。外面警笛声由远及近，红蓝灯光透过雨幕在客厅墙上一圈一圈地旋转。警察在15分钟内包围了别墅。方瑜比警队早到了一步。他穿着一件沾了雨渍的灰色风衣，拎着银色痕检箱，站在杂物间门口，看了眼地上那团裹着保鲜膜的遗骸，又看看我。你没事吧？他问。没事。你老公呢？在楼下。2个警察看着他。他点点头，戴上了乳胶手套和鞋套，跨过地上的石膏碎片，蹲在那具遗骸旁边。从痕检箱里拿出一把小号的无影灯，拧亮，搁在地板上。他的动作很轻很稳，像在做他做过无数次的手术，但我看到他手指在灯下微微发抖，他在忍。保鲜膜在灯光下被一层一层的剪开，空气里的甜腥气越来越浓。方瑜一边剪一边低声做口述记录，旁边一个年轻的女警拿着执法记录仪对着他。外层保鲜膜共计12层，包装方式为横向缠绕，加压密实，无可见血迹渗出。他用镊子夹起一片脱落的保鲜膜碎片，
对着灯光仔细观察了内侧的纹路，部分保鲜膜内侧存在清晰摩擦状皮脂痕迹，疑似嫌疑人手指直接接触后留下。初步目测具备潜在指纹提取条件，小刘，这层单独封带标记。一个年轻的男痕检员拿过证物袋，把那片保鲜膜小心翼翼装进去，在标签上写下编号。方瑜继续剪到最里面一层时，他的剪刀停住了，整个人保持着半蹲的姿势僵在那儿。念念，你过来看一下。不，你别过来。他站起来换了语气，声音变得很轻。小刘，去楼下让他们把探照灯搬上来。他们看到了什么？我当时不知道，后来方瑜才告诉我，遗体面部的保鲜膜紧贴皮肤，死者五官干缩，但轮廓清晰可辨，双眼未完全闭合。在保鲜膜和脸皮之间的空隙里，有一小节断裂的指甲嵌在油脂分解形成的造化组织里，指尖朝向喉咙。法医的最终报告里写的是，死者生前曾以手指撕扯面部缠绕物，指甲根部受力断裂，残留于保鲜膜夹层。换句话说，温婉被裹进保鲜膜里的时候还活着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别墅被封锁，探照灯把3楼杂物间照得如同白昼。方瑜和他的团队从头到脚的取样，头发的毛囊、指甲里的纤维、保鲜膜内侧的皮脂指纹、密封胶带上的剪切痕迹。他们还在夹层里找到了一个密封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一本日记、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和一条项链。那条项链的月亮吊坠已经氧化发黑，但链扣处夹着一张极细的纸条，卷成牙签粗细的小筒，被蜡封了2头。方瑜用镊子展开那张纸条，上面只有1行字，笔迹潦草而扭曲，显然是在极端环境下仓促写就的。他说他在阁楼上给我准备了惊喜。3月22日，3月22日，那是温婉手机信号最后一次被基站捕获的日期。2年半前，日记的内容是我后来在庭审卷宗里看到的。他的最后一段文字写于被关进阁楼之前。景川今天带我看了阁楼的装修，他说想给宝宝准备一间画室，等孩子大一点就能用。我摸着他亲手贴的隔音棉，觉得这辈子真的嫁对人了。后面的纸页全是空白。楼下的客厅临时变成了询问室，一位年长的刑警坐在沙发上，我坐在他对面。他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阁楼有异常，我说搬进来第1天就听到了脚步声。他说你为什么不早点报警？我说我没有证据。他问那你现在有证据吗？我说保鲜膜上有他的指纹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合上笔记本看着我。倪先生刚才在楼下跟我们说，阁楼夹层是前房主留下的改造工程，他不知情。他说购房合同附加条款里那行备注是开发商统一加的通用条款，不代表他知晓夹层存在。他说你最近失眠严重，有被害妄想的倾向。我笑了一下。刑警同志，我帮他整理了将近2年的书房，这栋房子的施工档案、付款凭证和装修队的微信聊天记录全在我手里。你们如果需要，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电脑，把他说保温层要密闭那段语音找出来放给你听。刑警点点头，对自己的年轻搭档挥了下手。小张，跟他去看那些文件。然后转过头看着窗外的雨幕，叹了口气，加个取证方向，看那个夹层里有没有精子残留。取证过程持续了1周。
方瑜在保鲜膜内侧提取到了4枚完整的潜在指纹，2枚食指，1枚拇指，1枚中指，全部与周景川右手的手指纹吻合。密封胶带上发现了一段被切割的棉线纤维，来自他在那个雨夜维修天花板时穿的那件夹克。温婉指甲缝里检出2种纺织纤维，一种来自保鲜膜外层，另一种来自一件深蓝色男士睡衣，正是他搬进这栋别墅后一直穿，一直挂在我衣帽间里的那一件。而刑警提取到的精子残留，在保鲜膜内侧靠近遗体腰腹的部位检出 ，DNA 分型与周景川完全匹配。也就是说，他在包裹他的时候还在侵犯他。抓到周景川那天，他没做任何抵抗。方瑜后来说，他坐在审讯室里，平静得像一块石头，直到警方把夹层里的日记本、保鲜膜上的指纹和 DNA 放在他面前。然后他开口了，不是忏悔，不是狡辩，而是冷冷的一句：他不听话。根据他后来的供述，温婉发现了他转移资产、虚假招标、骗取银行贷款的财务证据，威胁要去举报。他把他骗到阁楼上，说要给他看装修好的画室，然后用保鲜膜把他裹了起来。他在供词里说的原话是：我当时只是想吓吓他，然后我出差去了上海3天，回来他就不动了。出差3天，他走的时候还开着空调，那种老式中央空调，阁楼平均温度不到5度，保鲜膜里的人在极度缺氧之下，每1秒都在经历窒息与极寒的双重折磨。而他在上海签了一份漂亮的土地合同，然后回到家，推开阁楼的门，看着自己的妻子蜷缩在保鲜膜里，已经僵了。他说他不知道他还活着，但方瑜在证词里写了，指甲是在保鲜膜内侧断裂的，断在脸皮和保鲜膜之间，说明他在被他包裹时还没有死，至少还清醒了足够长的时间来拼命撕扯脸上的束缚。他在书房里整理行李的那个时间里，用最后一点力气，在保鲜膜最内层抠下了一行字，不是求救信号，那行字是他的名字，他用指甲抠的，温婉。大概是怕自己面目腐烂之后没人知道他是谁，所以在裹尸布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至于那晚我们在杂物间发现的半桶密封胶，那是他第2次下手的证据。他在上一个雨天发现阁楼裂缝开始渗漏后，打开夹层，给已经开始干朽的密封层重新补了一层防漏材料。他后来承认说，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，要彻底把阁楼用新的隔音密封材料封死，做成不可见的封闭空间，让再灵敏的警犬也嗅不出来。而帮我办生日派对，就是那项封闭工程启动的第1天。而我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大半年，每天睡在那张温暖的床上，头顶不到2米的地方躺着他亲手裹上的前妻。周景川的案子从侦查到审判用了整整1年。庭审我去旁听了，他穿着黄色的看守所马甲，坐在被告席上，头发剃得很短，鬓角露出青色的头皮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但脊背还是那么挺。法庭上方的灯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的表情和那天夜里坐在楼梯上说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时一模一样，平静疏离，像一个隔着玻璃看别人的故事。检察官宣读 DNA 比对结论的时候，旁听席上有人哭出声来，是温婉的母亲，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小女人，坐在第1排靠墙的位置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，手里攥着一条手帕，哭的时候没有声音，
只是肩膀在剧烈的抖动。他旁边坐着温婉的妹妹，我后来才知道她叫温情，在医院做行政工作。温情没哭，只是握着母亲的手，眼睛直直地盯着被告席。我在休庭的时候走到他们面前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我该早点发现的。”温婉的母亲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，但她摇了摇头，把我的手握在她干瘦冰凉的手里，说：“孩子，不怪你，你能替他说话，婉婉会感激的。”温情站在一旁看着我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，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带着一种被时间磨出来的钝痛。姐姐最后那几天给我打过电话，她说觉得家里有些东西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是哪。我说让她搬来和我住一阵，她说怕姐夫多心。后来她就不打来了。我们报了失踪，什么渠道都用过，派出所、电视台、寻人启事，周景川一直说有抑郁症，可能自己走丢了。后来时间越来越长，案子就搁置了。他停了一下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，这是姐姐以前写给我的信，里面有一张她拍的照片，是我们家老房子后面那片鸢尾花，她最喜欢的花。我妈妈说，姐姐走了以后，老房子后面的鸢尾花再没开过。我打开信封，照片有些年头了，边角泛黄，但画面还很清晰。阳光下的一大片蓝紫色鸢尾，开得铺天盖地。最终，周景川被判处死刑。审判长宣读判决书那天，他全程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在被法警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。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2秒，嘴唇动了一下，想要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转回头，走出了那扇侧门。2年后，我把那栋别墅推平了。施工队来拆房子那天，我站在围挡外面，看着挖掘机的机械臂一铲子砸碎3楼主卧的落地窗，玻璃哗啦啦的碎了一地，在阳光下闪成一片碎银。然后是阁楼的尖顶，那个藏了他2年多的夹层被揭开的瞬间，感觉他像是在拼命暴露在蓝天下，像一个捂了很久的伤口终于被拆了纱布。有一瞬间，我好像又听到了脚步声，从东南角走到西北角，停顿几秒，再走回来，然后它就消失了。房子全部拆除完毕后，我把那块地重新翻了土，运来了几十袋营养土和河沙，又跑了好几个花木市场才找到合适的花种。然后我一个人一株一株在那块地上种满了鸢尾，蓝紫色的，正是他信里照片上那种年年都会开的那一种。温婉的母亲和妹妹来帮忙，他们种的那片更靠近这边，我种的那片更靠近那边。那天太阳很烈，我们都晒得满脸是汗，但谁都没有停。温情边种边给我讲姐姐小时候的事。她说姐姐小时候摔跤从不哭，考砸了也不哭，看电视剧里的生离死别都不哭。可是有一次他们在老房子翻土种花，一只从土里挖出来的知了虫掉进她袖子里，她吓得哭了整整5分钟。温情笑着说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知了。温婉的母亲在旁边听着笑了，那是认识她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见她笑。她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又擦掉眼泪继续翻土。她的手指关节粗了，掌心全是茧，翻土的动作比我还利索。花种完了，蓝紫色的鸢尾在风中轻轻摇摆，像那年她在阳台上回过头对我笑的那个表情。我没有再搬回那个地址，
在和别墅隔一片山却不同方向的小区里买了个1楼的平层房。我妈说她退休了要搬来跟我住，我又去花市买了盆大叶伞放在客厅鱼缸旁边。有时夜里下雨，还是会听到窗外的风灌进晾衣杆的缝隙，发出呜呜声，偶尔也像谁的叹息。但不是了，不是他困在保鲜膜里的哭声，不是他被空调吹了3天后僵住的指甲在木板上刮出的最后几个字，不是他临死前在自己裹尸布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是活着的人能听到的最平常的春天。今年清明，我又去了那片鸢尾花前。温情在花丛边上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，没刻别的，只刻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，还有一行小字：姐姐，今年鸢尾开花了。我蹲下来，把那条修好的铂金项链放在石碑前面，吊坠擦过了，碎钻重新镶了上去，在月光下和周围星星点点的花丛晃着微光。温婉，我不知道你在那黑暗的夹层里说了多少话，到后来也说不动了，但你说的话有人听见，不是他听见了也没有开那扇门，是我，是一个后来走进这栋房子本该和你毫无关系的女人。我听见了，我给你开门了，虽然开得太晚，但那扇门终究没有再被关上。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，山风吹过来，带着泥土湿润的腥味和新草折断后微涩的清苦。满坡的蓝紫色轻轻摇动，像有人弯下腰，在风里低低地应了一声。全文完。